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王一博英语实力曝光，内娱顶流的低调卷王之路。在内娱流量经济的喧嚣叙事里，王一博向来是一个难以被单一标签定义的存在。舞台上的全能艺人，赛车赛道上的职业选手，时装周秀场里横着走的时尚顶流，这些身份已经足够让人应接不暇。然而，最近一波曝光彻底打破了外界对他的既有认知。这个以高冷话少著称的男人，原来一直在背地里悄悄攻克全英课程，而且还把这项技能用得相当漂亮。消息的导火索是一部名为《探索心境》的纪录片。王一博为该片担任旁白配音，用英语完成了全程解说。让观众惊讶的不是他敢接这个活，而是他接下来之后呈现的水准、发音标准、语调沉稳，叙事节奏拿捏得相当准确，完全不像是一个临时抱佛脚，靠后期修音撑场面的应付之作，更接近专业播音员的表达质感。这段配音后来成为了一个不寻常的注脚。凭借这次纪录片的整体表现，王一博成功拿下了美国泰利奖金奖。泰利奖是全球影视及媒体制作领域的权威奖项，评审维度涵盖内容质量、叙事能力与传播价值，并非泛泛的流量认可。能够凭借英语旁白配音在这一奖项上有所斩获，足以说明他的语言能力已经越过了凑合能用的门槛，进入了真正具备专业竞争力的层级。这件事之所以在网络上引发大范围讨论，核心反差在于王一博从来没有将学英语这件事包装成人设。娱乐圈里，艺人秀语言能力是一种常见的公关操作，出席国际活动时秀几句流利英语，发一条夹杂着英文的社交媒体帖子，在时装周前排用外语和设计师攀谈几句，这些都是可以被精心设计和放大的人设素材。王一博没有这样做，他的全英学习经历是被外界在各种场合的蛛丝马迹中拼凑出来的，而不是他主动推出来的一张牌。这种沉默本身反而比任何主动营销都更具说服力。从现有信息来看，王一博的英语使用场景并非局限于一次纪录片配音。在职业赛车领域，他需要与国际车队、技术工程师和赛事管理人员进行沟通，这类交流涉及大量高度专业化的技术词汇，靠现场翻译难以保证信息的精准传递。在国际时装周的场合，他需要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设计师、造型师和媒体进行直接互动，语言的顺畅程度直接影响着沟通的质量与深度。在纪录片配音项目中，英语更是直接成为了作品本身的核心载体。换言之，他的英语学习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与实际的职业需求紧密挂钩的功能性投入。这种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的路径，在一个工作日程极度饱和的顶流艺人身上，需要相当程度的自律才能真正落地执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娱乐圈内一种颇为普遍的语言困境。不少明星在出席国际场合时，即便是最基本的寒暄与致辞，也需要依赖翻译全程陪同，遇到突发性的即兴对话更是手足无措。这背后固然有经纪团队主导公关节奏的客观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系统性的语言学习需要大量时间投入，而时间恰恰是顶流艺人最稀缺的资源。正是这种普遍稀缺的背景，让王一博在连轴转的工作间隙仍坚持全英课程学习的选择显得格外突出。有网友用一种调侃式的表达道出了这种对比：普通人还在背 ABC， 他已经在用英语聊赛车、谈时尚了。也有人观察到，王一博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形象，或许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把本可以用来社交和曝光的时间，
全部用来安静地打磨自己的实力。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王一博的这波隐藏技能曝光，触碰到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话题：在内娱的生态环境里，顶流艺人的可持续性究竟依赖什么？流量有周期，颜值有折损，情感绑定型的粉丝经济也随时面临被新鲜感替代的风险。真正能够穿越周期的是那些持续扩展边界，在多个专业维度上构建真实壁垒的能力积累。王一博在舞蹈、表演、赛车、时尚这几个维度上的纵深发展，早已超越了一般爱豆的行业惯例，而英语能力的补足，则是他在国际化叙事层面打开了一扇新的门。一个能够独立用英语完成纪录片旁白，并在国际专业奖项中获得认可的中国艺人，其市场想象空间与单纯依靠国内流量运营的艺人已经不在同一条轨道上。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件事本身所折射的方法论意义。王一博的全英学习并没有被包装成一个励志故事被主动推出来消费，它只是在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工作场合中，以结果的形式自然浮出水面。这恰恰是低调的卷王这个标签的本质所在，不靠声量占领注意力，靠积累厚度说话。娱乐圈从不缺会炒话题的艺人，但真正能让人心服口服的，始终是那些把别人用来炒作的时间，默默用来上课、练技能的人。感谢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请记得点赞、评论并订阅频道。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再见，我们下个视频见。